本节目由零糖零卡零脂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有请 Big 张大大、超能少年王晨烨、KO 榜第3的亚瑟王陈亦荣、威武战士张伦壮。因为小的时候很多男孩子爱欺负人，然后放学以后就要把你的零用钱交出来凹分，要不然就打你。就4、5个小男孩打我一个，然后打得我到处都是伤啊什么的。这个节目对我最大的一种释放就是我可以正视这些恐惧的映射。这场比赛在赛前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张大大果然唤醒了自己沉睡的野兽啊！王晨烨的后手摆拳漂亮，摇闪后手直拳。哇，张大大也好啊！连续4拳命中，我的天！我们来宣布最终结果。很多观众看我肯定是觉得没有期待，而弱不禁风啊、花拳绣腿啊什么的。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我在一些真人秀节目里面，有一些时候我体能真的是跟不上，所以我也很想通过这次训练改变大家对我以往的这个印象啊。比如说，基本上的要求80%都能达到，或者说教练不喊停，我能够做到真的就不停下来。先热身一下，跳绳会吗？会跳。老师，你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先定个时间3分钟，好吧？3分钟？对，3分钟很短了。好，3分钟，3分钟，3分钟。我们可以先轻一点，3分钟热身一下，对。累的。教练不喊停，我能够做到真的就不停下来。尽量不要坐着，走一走，走一走，慢慢走，深呼吸。你休息的时间比放出来久哎。是一个电视人，敬业。我咔咔咔一顿跳，你剪出就这个人跳跳跳。我刻意表现出一种劳累的感觉。我累吗？我可以一下子跳一下跳，可是节目没有看点。你故意拖时间吧？不是，我想跟大家交流交流。其实我可以马上就运动，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打成一片。说实话，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你对镜头说。我想象当中就是估计不怎么运动，应该30秒都跳不到，是吧？对。我本人比电视上阳刚很多吧？对，的确是真的。是真的。阳光大男孩，北京老爷儿们懂什么你们？好，我们休息好了，我们再来。还没休息，再休息。原本想象张大大的体能差，但没想到，居然能够差到这个地步。正常人可能跳3分钟休息1分钟吧，他居然跳1分钟休息30分钟，就是有点夸张了吧？感觉。如果像现在他一直这样的状态，张大大要想在1个半月后站在拳台上，其实挺难的。他如果能战胜对手，就是奇迹。加油了！出拳！啊，对，你要适应你的出拳。哦，不能跟挠痒痒一样啊。你别碰不到我。出拳，多出2拳。老师的拳像下雨一样，一直捶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现在的窘境，很迷茫。看着我，看着。我不敢打人。不敢打不行。就想到了自己非常的被动。你对自己满意吗？真的不敢出拳。怎么样？还行。哎呦，太累了。没想到他会哭，有可能有一点这个害怕的感觉，没打出来他想要的东西吧，没有出来拳。我觉得自己太笨了，
这个东西都需要慢慢练，需要一个时间慢慢的积累。刚开始呢，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抗拒性，放松一点，行吧？OK， 好。接下来干嘛？我们练习一会儿手把，稍微感受一下，带拳头，碰一下。OK， 打靶心，打靶心。对，来，要吐气。我们在去做这样训练的时候，我好像一点一点好像敢出拳了，感觉找到了方向吧。所以我觉得有路子了，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练了，我是很抱希望的。好了，怎么样？来 ，boss， 加油加油啊！对，一定要注意调整呼吸啊！对，缓缓调整，缓调整一下，自己要冷静哈。在拳台我不会说话的，明白没有？自己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你要出拳，左手打出来。对，左手打出来。一定要注意调整呼吸啊！到最后30秒，我真的没有力气了，我感觉我的腿也软啊，手也软。单纯去挨打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但是没有挨过打的人生才是一个最傻的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多男孩子爱欺负人，回去的那个路上就要把你的零用钱交出来凹分，要不然就打你。就4、5个小男孩打我一个，打得我到处都是伤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打回去，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以牙还牙。没事没事，快打！加油加油，继续继续！还有20秒，对，继续再冲上去冲上去，打，继续！啊 ，stop！ 啊，超过2分钟了，节奏已经。从一开始很害怕锻炼，很不喜欢打拳，就是觉得体能上又要吐，人又不舒服。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恐惧的映射。这个节目对我最大的一种释放，就是我可以正视这些恐惧的映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正视我自己。对，快，对，快，很好，1、2，再来，马上了啊，坚持住，太高一点，快，再来，加油，够，快，干。每次大大应该是在里面练，没有见过他打，不知道，可能是神秘选手。每次都好像搞得很神秘，也害怕对方能出个什么奇招啊这种的。我会打到最后一个，并且我想赢，所以咱们服从竞技场上最终的结果，拿实力说话。对，漂亮，对。对，这就对了嘛，要进攻，而不是说不需要你去扶他。哇，天哪！压力啊，这是压力啊，对自己不要太慌了，手抱好了，眼睛对。不要老是打一个点啊，上下结合。哇，教练的脸都打。挨了好多拳，只要他们能赢，我能成为移动大包都是值得的。没事吧，老师？他的目标就是金腰带。我不一定能拿金腰带，但是我一定不会倒。boss，在拳台上，我要打败的真的不是王晨毅，我首先要突破和打败我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干，完事儿就是拼就可以了。陈毅，你的出拳力量还要继续加强啊！我拳力值虽然有点弱，但是我掰手腕从来没输过。是吗？不让我们 battle 一下，如果我输了，我就把我最爱喝的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送给你。来，这个非常好喝，我平时特别爱喝这个。干杯，感受一下。这生气波波还真好喝，无糖也甜，还不怕胖。以后你多准备点，我们多比几次。可以，以后训练就靠它了。好。这里是全力以赴的我们，
本节目由无糖也甜的开利万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迎头而上为梦搏出强大的全力梦想观芬必得赞助播出。我们马上就要迎接的下一组选手，有请 Big 张大大。有请超能少年王晨毅。加油，好好打。我 respect 你，也 respect 自己，在拳台上，大前辈不要生气。欢迎二位来到拳台。陈毅，你这衣服是怎么个讲？这个是个国漫的角色，叫做567，代号7。啊，张大大怎么个讲啊？哪吒，那个电影哪吒。啊，但是哪吒一般好像乾坤圈不会轻易掉下来哈。因为我喜欢我们国产电影的骄傲哪吒里面的一句话，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最不被人认可和看好的人是我，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站上拳台，拳手先要得到自己的认可。今天我来突破第一步，打败自己，突破自己就够了。所以我今天选了哪吒造型，给我加油吧！当时节目还没开录呢，张大大要去打拳，就上了微博的热搜。哎呀，大家对于这个消息真的是喜大普奔啊！这个博主说张大大是选手，不是主持人，说生怕我是主持人的话就不能挨打了。所以我是选手的话，大家都很开心。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也很愿意上拳台来所谓的挨打一次。所以你收到节目组的正式邀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没有，我其实节目组第一次邀约的时候，我们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人愿意来这个节目，觉得说太危险了。后来总导演陈导他们跟我讲了一下这节目的精神，再加上最近大家一定都看奥运会了，我觉得金牌就一块，冠军就一个，金腰带也只有一根，但是每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冠军，所以我觉得我要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陈毅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觉得，人生有2个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叫认可。因为今天正好是我爸爸的生日，对，然后，因为从以前在学舞的时间，自己就不是很受爸爸认可，然后觉得跳街舞应该没有什么前途吧。反正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我出去比赛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就发短信鼓励我，然后就是认可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告诉我。成绩并不重要，重要是个过程，要不留遗憾。所以那是我觉得是爸爸第一次认可我并鼓励我，所以我希望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给爸爸当做生日礼物。徐璐，来，徐璐，觉得陈毅有没有变化？当然有，当然有。第一次我也看到他打了，然后昨天我也去看他打了，满头都是汗。然后我就希望你可以注意安全。明白。拿出你自己最好的状态，在我们心里你是最棒的，你就是那颗星星。对，我会一直挺你到底。现在我们就让2个人去各自的备战间进行准备。陈毅加油！加油！
哎，你没发现今天就是他变成哪吒造型，然后剃了一个短头发，突然变得话很少。因为他昨天跟我说，他瘦了，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瘦了快30斤。啊。他为这个节目，为了这个拳击舞台付出了很多。付出努力不一定有多大的回报，但是必有回响。接下来3位经理人，你们的信心选择开始。我们3位经理人出现了大规模的一边倒的信心值的分配。张大大对王晨毅，拳赛即将开始。来，下面我们进行赛前称重。在双方提交体检报告的基础上，专业医务人员将在赛前对双方进行心率、血压检测以及身体状况的问询。双方选手还将依次进行赛前称重。63.45 63.1。接下来有请双方进行最后的赛前热身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场决斗，让我们拭目以待。首先，欢迎蓝角拳手张大大。在拳台的张大大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和决心，网友的关注锻炼了他强大的心脏。如今站上拳台的张大大已经做好打出漂亮反击的准备，欢迎张大大，欢迎红角拳手王晨毅。王晨毅从16岁开始就北漂学武的倔强男生，一直拥有从不惧怕对手 battle 的实力。期待王晨毅拳台较量的稳定发挥，让我们一起感受内心小野兽的爆发。欢迎王晨毅。2位拳手准备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本场比赛的台裁。李峰，来为我们双方的拳手呐喊加油，好不好？对战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为您带来的另一场比赛，也是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很多观众也是因为这场比赛来关注到我们的全力以赴的我们啊。本场比赛穿着黑色比赛服的就是张大大，而白色比赛服的是王晨毅。2位选手都说想打出自己在职业擂台上的第一次重拳，也改变自己在职业生涯上的一次重拳改造。比赛过程中不要击打后脑，不要击打腰带以下位置，保护好自己，注意听我口令。来，好，回。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张大大上来选择了抱住自己的护手，连续的冲击，后手拳，后手拳。到，去摆脚。裁判警告了一下，应该是护具有所松动。整一下头盔。果然是由于头盔的位移，导致了裁判叫停了这场比赛。在双方的第一回合，我们并没有出现赛前我们所担心的王晨毅会因为气势上的削弱而不敢进攻对手。1胆2力3公分，2位选手现在的意志力是非常坚决的一场比赛。OK 了，好，比赛继续。好了，比赛继续。黑色比赛服张大大，白色比赛服王晨毅。
王晨一上来以后报价还是比较稳固的，张大大连续进攻，哇！一上来以后，我们看前手的试探是张大大进行了变步，王晨一的后手拳，但是力量很差。Stop！ 打！哦，双方是挂在了这个拳套上面。打！这个不会作为有效打击。加油！还能不能继续？裁判对拳套进行了整理，两位选手没问题，继续比赛。前手刺拳，前后手，张大大脚下的步子很碎，冲上来，但是拳头没有根据脚下的碎步进行发力。在我们的拳击比赛里面，拳脚的协调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晨一这一点做的相对更好，前后手的直拳，只是后手拳没有压住，打得比较高了。如果打到对方的前额部分的拳，是无法对对方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两位选手是目前我们给各位带来比较有章法的一对，我们看。报价很严格，在进攻中还有比较不错的组合，张大大的连击。王晨一的后手摆拳漂亮，摇闪后手直拳击倒了。击倒了！王晨一刚才的这次摇闪接后手直拳非常的漂亮，很精彩。慢点。Go， 对 ，4， 5。起来，打，上！喂！张大大这一次的恢复有一些慢，可能由于体能耗费的有些快，自己冲得过猛了，再加上受到了重击，不知道这一次的重击会不会对张大大的气息产生影响？至最后的10秒钟，王晨一他已经让张大大的起评分变成了8分，而自己取得了10分的优势。后手拳，张大大前冲，完全不畏惧对手。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拳头不能摘，拳头不能摘。对。他从上场给人的一个态度就很坚决。他有一刻他被打了以后，他趴在地上，他又想放弃了。然后他转头，你知道吗？他转头看了一下我们那边，然后我说：“冲啊，张大大！我冲啊！”然后张大大瞬间。我就感觉，他就把气给顶到他的胸口了。在这场比赛里边，两位选手打出了我们之前超乎意料的水平，报价很完善，在进攻中比较清晰。只是陈一在这方面，在拳头的角度上可以再压一点点。打到对方前额的拳和打到对方下颌的拳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对于张大大来讲，脚底下的脚步已经非常的灵动了，在快速的移动里边，如果能拳和腿协调起来，也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效果。哇，他那个锁得好，那脚下的那个力量不是很稳吗？有点急躁了，知道吧？你挺的没有问题，就有点乱了。算了2回合了，我们怎么打就放松一点，把球的训练的组合过山板上打下来就不要乱了。最起码咱是什么呢？步伐要移动起来，是不是？对，站住了，站稳了，慢慢的，哎，这样去打的 ，OK， 就不要那么急躁啊，太急躁了，好不好？放一下。对，呼吸就是出拳，或者说呼吸就是后手摆拳，后手重击，多打前手引导，直接后手重击，知道吗？不要等，直接给他打。我们不希望我们把3个回合打满，直接 TKO 或者 KO。比赛第2回合开始。加油！好了，我们的比赛进到了第2回合。那么在第1回合双方打得不错啊，两位选手都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期。前手拳。前手拳再次被对手命中，张大大冲上来了，只是在前冲的途中开始击斧。王晨一选择了后手拳的抡摆，但是没有打中。
张大大更愿意用自己的前冲去压制对手。王晨毅现在在比赛的重心上，还是把重心放在了脚后面，这样是给自己留出了太多的退路。前后手，哎，这头套开了。王晨毅的后手拳第一次打到了张大大的头盔上，我们看张大大头盔的绑带已经松脱了。这个时候裁判是有义务暂停比赛，并且要求选手重新把护具归置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张大大的呼吸非常的急促，应该是体能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那么裁判现在是搀扶着张大大回到边角的，这个时候不管是场裁还是场下的医疗监督以及边裁都会注意到张大大目前的体能状况。这个勒得我们像呼吸，我一直想吐。场上的裁判开始去了解选手的身体状况。在第一回合的冲刺之后，在第二回合，张大大的体能明显是出现了问题。由于我们的场上裁判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如果裁判认为选手无法继续比赛，他是在这个拳台上唯一能够做决定的人。你的这边不是有老伤吗？再一个呢，你感觉有点刚才有点恶心，是不是？这个恶心，这个状况不太好，恶心的话，我不感觉不是太好的话，放弃也不丢。可以打吗？如果你感觉不太好的话，看你个人意愿，你保护好你自己。虽然张大大体能出现了问题，但他还是选择自己在赛场上再次回来，这种精神很棒。我们都说了，在拳台上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是否会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放弃。而张大大在此做出的答卷，也让我们对他表示赞赏。开闭，走，比赛继续。经过休整的张大大，我们看他的表现，前后手现在有点失准。冲过来，张大大体能明显出现了问题，但他还在往勇往直前的前冲。我们看，张大大再次冲上来了，内心的斗志促使着他再次冲到了擂台的前面。连续的进攻有效率并不高，但张大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很棒。张大大依然是坚持着，就像他当时选择再次从自己的边角站起来一样，他选择了自己再次冲向对手。到，舒服，按钮，怎么样 ？Time， 裁判叫停了 ，TKO 获胜。坐。别太砸，不要太砸，放着，不要太砸，不要围太多，不要太砸，不要这样，对了，好吧，不要这样。先走，没关系。大佬，我现在你是最棒的，明白没有？你是不是做到了？你告诉我。甘心。我知道，如果说今天再打最后一个回合的话，我可能还是输，但我还是会很感谢想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的教练他把他的骄傲、荣誉感，然后都给了我。挺感谢我的教练，挺感谢这个节目，就我觉得我已经突破了我的极限了。我们来宣布最终结果，在第二回合1分18秒，红奖 TKO 获胜，恭喜王晨毅。
来，大大，刚才跟自己的教练说啥呢？说对不起，教练。大大，我告诉你啊，从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我就不认为你能站在这个拳台上。但是，今天你做到了，你就是赢家，明白吗？你赢了，你战胜了你自己。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拳手，真的在大家付出的时候，我们的教练也在付出。谢谢各位，你们辛苦了。陈毅，来，有什么话跟你大大哥说？当我知道我对手是大大前辈的时候，我是很慌的，因为我就听说过老师很拼，上过我很多课，我觉得他做到了全力以赴，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选手。谢谢这个节目，然后谢谢这个拳台，哎，好爽啊，好想再打一次。怎么会那么想哭呢？不是因为怕输，就是因为这个舞台太有魅力了，真的。在台上，我看到王晨毅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害怕，我觉得他是非常可敬的对手，没有他每一次出拳，我不会想继续下去。正因为被他一次次击中，我才想一次次的还击回去。他就像我们人生中面对的很多困难一样。没有困难的出现，你不会想去克服它，你不会变强大的。好，你最棒了，大大，最棒了 ，Let's go。但今天唯一就是，对不起教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再像之前一样，坚持到最后的。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张大大。不错，上呀，张大大！哎呀，身体真不争气，就是这可能是我的身体极限，但我觉得我可以更好的。我没有怕拳头，我一直看着对方在打我，就是一定会被打倒，而且你一定会被打败，不止一次，但你一定要站起来。因为如果没有站起来，你在那一刻就永远静止了。但你站起来，你可能还会有下一次，那么下次有可能输，那也有可能赢，所以我一定会站起来。对，走，真的很棒，大大，我告诉你啊，太棒了，懂不懂？战场永远是战场，对不对？经历过了啊，经历过了，很棒。陈毅啊，难选了啊！来看着对面的3位经理人，在每位经理人那儿得的都是满星。是这样，就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特殊，是我初心开始的一个地方。然后我选择的老师呢，也是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人。然后我希望呢，能够，把自己的努力为他去拿到这个金腰带。所以我选择的是徐璐老师。是不是要哭了？你让他哭一会儿，他太感动了。现在对，因为我觉得陈毅很好的是，不管你走得多远，走得多好，但是他依然保持一颗初心，他懂得感恩，所以我觉得他好棒。谢谢梦辰姐。我觉得陈毅最宝贵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的心很好，很诚恳。
所以很棒啊！我觉得不用多说，我直接去徐璐姐姐那一组很好。3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姐姐上同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我不想哭的，我应该很高兴。我只觉得，他说过自己很平凡，但他还努力站在这个闪闪发光的舞台上。但我想说，其实作为我们来说，我看到的你就是闪闪发光的。我这2天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很不自信，他处处都替别人着想，他去考虑很多问题，他觉得啊，这个我会不会犯错，你会不会怎么样，你顾虑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就是那个星星，你就勇敢的去朝你的梦想去走就好了，你一点也不平凡。我觉得，在这里，在此时此刻，我希望带着我的初心，我来到全力以赴的舞台上，我希望让自己不要再那么犹豫了，不要再那么担惊受怕的、小心翼翼的。我希望让自己更果断、更勇敢、更坚定一点。我会走到最后的。来，经理人徐璐，带上你们战队的战袍，来找加入你战队的王晨毅。祝贺王晨毅进入到下一轮的拳赛。全力以赴的我们，接下来的拳赛更精彩。那下面要公布的是张伦硕跟陈亦儒。对啊，猜对了，这我是什么？好兄弟。两个。OK 了 ，OK 了。我最期待是陈亦儒老师跟张伦硕老师。对，张伦硕也是练得很壮，协调性、身体这个素质也很好。陈亦儒更是一个就是身材管理那么苛刻，所以他的力量感肯定不会很差。所以非常想看一下他们俩的对决，应该会很精彩。对。张哥的话就是他这个体能，然后抗击打各方面都特别好。来。我觉得陈亦儒的体能状态和力量状态其实完全不像他现在的年纪，比一些20几岁的更好一些吧。快，加油啊！对，连续对。他的比例好，肩宽手长腿长的运动能力很好，很协调，发力也控制距离也很好。我觉得张伦硕的力量很强，他是一个很强的对手。我觉得我得防守好，然后防守好的话就有机会。我相信明天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一定是一个对轰的比赛。本节目由零糖零卡灵芝无糖也甜的 Kelly One 生气波波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下一组拳手，终极班 KO 榜第3的亚瑟王陈亦儒。Shakespeare 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我是令人闻风丧胆，高中 KO 榜排行第3，人称亚瑟王的王亚瑟，战力指数9000点。有请主场作战的威武战士张伦硕。
我是 KO 榜排行第3，王亚瑟。你连 KO 榜都没有在里面，你凭什么跟我打？凭什么跟我打 ？KO 榜是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输过。哇哦！有请2位选手来到拳台。2位服装的风格差别很大，怎么讲？这身打扮，这个是我出道的第1部戏，有没有看过？叫做什么？终极一班。人称什么？刚才一说终极一班，徐璐一个劲儿点头，你看过？没看过。代表他那时候还更小，大概还在幼儿园。是的，是的。来，年龄大一些的孟晨看过？我确实看过，因为他穿这套衣服出来的时候就是回忆杀呀，战力爆表亚瑟王，全力以赴你最狂。我觉得孟晨讲话都会押韵，他有那个 rapper 的倾向。是的，是的，是的。那我要考孟晨，你真的有看终极一班对不对？亚瑟王的致命武器是？亚瑟王的致命武器，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让我们一起来回答，是。时钟剑。什么？刚好今天有带。我跟你说，陈亦儒问的所有的问题，真的不好回答。不好回答。拔出你的时钟剑！我的剑魔要上身了，经典片段。这个时候我的战力指数就会飙高。但是我时钟剑有点小，水果刀。不好意思，你刚刚不是想吃那个西红柿吗？对对对，我帮你切一下。对，谢谢，谢谢我的盘子，来来。你的盘子，你的果盘有点大。我给大家做一些小小的补充，这2位是我们24位拳手当中年龄的峰值。你为什么不说是颜值？对，我们是年龄跟颜值，跟颜值的双峰值。对，其实我想说的是，你们的选择为什么会来这样一个节目？其实我们2个想要表现给大家、呈现给大家，就是年龄它真的只是一个数字。是的，比如说伦硕跟我说他半年前开始接触跑酷，我觉得真的是蛮敬佩他。有谁到快40岁还想要后空翻啊？我就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都要全力以赴，就不负青春就好了。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节目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没错，然后看看自己的顶峰在哪里，我们的极限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对。现在，请各自回到自己的备战间，进行一些体能的调整。来吧，你们现在选择看的是谁的优势还是劣势？我想看伦硕哥的劣势。我也是。好的。你呢？好。董事会一致决定看伦硕哥的劣势。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Kylie One生气勃勃揭秘时刻。相信大家对2位拳手的优势、劣势都非常有兴趣。我们特地邀请了波波侦探去为我们打探一番，跟着零糖、零卡、零脂的波波侦探，让我们一探究竟。张伦硕的劣势。训练的有多努力，砸在地上的声音就有多响。肩膀、肋骨、肘关节、踝关节处处是伤，身体各部位哪儿都疼。我现在肩膀已经痛了差不多3个多月了吧。医生给我建议让我休息2个月，但不可能。我右脚踝也是有伤，但后期也是因为坚持运动也没养好。18般武艺造就了18处伤，咬着牙的疼痛还能坚持多久？6分钟的拳赛
散装身体是否能够坚持到底？我们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在我们备赛的过程当中，医生对于张伦硕的建议是，希望他不参加这一轮的比赛，或者是看有没有可能轮空比赛，或者是延后比赛。这么严重？但是张伦硕坚持要迅速进入到战斗状态，这是你们看到的他的劣势。信心值选择。好的，我们来看一下3位经理人做出的信心选择。钟丽缇肯定是要给张伦硕的，对不对？我觉得不管什么结果，我觉得我先生他是永远在我的心目中第一。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安全第一哈。你的想法和我们一样。注意安全，对吧？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你们做过极限运动吗？我跳过降落伞，我跳过蹦极，但是其实我恐高。我经历全网黑的时候，我觉得我问自己，为什么我那么怕别人误解我？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去挑战我人生最怕的东西。我挑战完了以后，我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再怕。谢谢。所以我就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我就去跳降落伞，在16500尺的高空跳下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自由了，没有东西可以束缚我。全网黑是2014年，真的就是无缘无故被骂。我是一个本来很有自信的人，但是那时候的我自我价值是极其的低。那现在的我偶尔还是会有不同的恐惧，但它绝对不能再控制我。来吧，信心值已经选完了，我们的拳手也做好准备了，比赛马上开始。我们首先欢迎的是蓝角拳手陈亦儒。陈亦儒10年履历的撸铁男，拥有媲美职业运动员的日常8%的体脂率，是名副其实的娱乐圈的体育达人。再次欢迎陈亦儒，欢迎红角拳手张伦硕。张伦硕。他擅长跑酷和各项极限运动，在拳台上灵活应对敌手，轻而易举，实力强劲，不容小觑。再次欢迎张伦硕，本场比赛的台裁李峰。现在来为我们双方的拳手呐喊加油，好不好？对战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那么2位选手，我们看到陈亦儒在平时的训练中啊，我们也知道2位选手在年龄上啊是本次参与选手上面的巅峰。年龄大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而且在拳击中，30到35岁的年龄则是黄金年龄的进攻。比赛过程中不要头撞，不要击打后脑，注意听我口令，保护好自己。OK。OK。回去。比赛开始，黑色拳套陈亦儒，白色拳套张伦硕。张伦硕一上来把报价报得很高，而陈亦儒是选择了一个防守态势，被中了一拳。我的天哪！上来以后是张伦硕选择了先发制人，可是上身没有移动。张伦硕找到了机会，后手的打击，前手刺拳，再次移动。张伦硕脚下的脚步会更快一些。那么陈亦儒对于自己的脚步并没有地方使的良好距离，后手的直拳。
连续的平面打击，张伦硕有低位的摇闪在做准备。那么大量的陈亦儒的拳都被打空了，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陈亦儒来讲并不好。左右的摆拳，前手刺拳，再一次前手刺拳，连续的后手拳，漂亮！裁判和边角都是肯定了张伦硕的运动能力。后手拳，你看刚才他就打上他一位了。后手拳，两个选手由于没有经验啊，我们看在更多的拳上没有找到自己打拳的空隙，也没有找到对方节奏的空隙。连续的后手拳，漂亮！这一次的进攻一定会给张伦硕带来不错的判定依据。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这是职业拳击，10分起平。如果打得不好的一方会被判为9分。前手刺拳，再一次前手刺拳，非常准确的命中了对方的下巴。还有一次，双方互相换拳，陈亦儒的后手摆拳，但是被张伦硕抓住，连续4拳命中。我的天，这个点数已经差距非常大了。拳击是一项出拳的艺术，但是艺术在于浅尝即发，浅尝即止。陈亦儒的这次后手拳打中了张伦硕的后脑，但是也是由于张伦硕太过于低位的摇闪，双方各打50大板。双方的后手拳来自张伦硕，连续摇闪，想要找机会前手刺拳打中了，再一次又打中了，陈亦儒拼了。根本不在乎对手的拳头，开始连续的重击，双方互换。张伦硕一共打了4拳，陈亦儒打出3拳，再一次的后手摆拳命中了张伦硕。张伦硕利用低位的摇闪，闪开以后的后手拳，然后前手，再次前后手的连击。两位选手像两个战士一样，我们看他们的身体，看他们的状态，看他们的精神，就像一个斯巴达的勇士一样站在拳台上。漂亮，左右的摇闪，前手的摆拳。陈亦儒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对于恐惧的报复，冲上来！哇，比赛第1回合到期间了。坐下，来，不是。好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对于陈亦儒和张伦硕的第1回合的对拼中，张伦硕很擅长进攻，却没有读取对方的行动模式，在更多的进攻中有很多是无效进攻。不过自己有很好的低位摇闪的能力。对于陈亦儒更擅长初学者的直拳和摆拳来讲，命中率非常的低。那两位选手如果可以注意到的话，进攻对方的身体，因为头部有更多可摇闪的空间。如果攻击对手没有被保护下的胸腹部，也许是更好的取胜关键。你说我怎么判，我都不知道呢。不要急，再打完了就走，一组打完就走。脚一定要动起来，左右移动啊！有机会就1、2。手推了，手不要掉。他已经累了，他已经累了，他已经比你累了，他比你累。第2回合我们赢了啊！放松，他已经比你累了啊！没事。该怎么打？1、2，就还是1、2，上下，摇动，打了就走，走了站稳就打，手不要掉，手还是有点掉的，还是有掉，多了晚了一把，你贴近了再打，直，再马上打直。很好，不要着急，就这么打，知道吧？来，手不要掉，来，放松，不用发力，很好，已经，来，呼吸，来，对，没问题吧？没问题，对，就这样，不要着急。第2回合来了。好了，两位选手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准备第2回合。第2回合，哇，前后前，陈亦儒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陈亦儒现在选择了连续的反击，张伦硕直接放弃了进攻，选择了左位的摇闪，重心太靠后了，被推倒了。停！在刚才的进攻中，张伦硕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过刚才陈亦儒的进攻，绝大多数的拳并没有打到，而是用身位的压制，这并不是有效进攻。上来猛攻位，他这次的策略。后手拳，3次后手拳命中。
经读取了陈亦儒的行为模式。张伦硕非常棒，前手后手连续的2拳啊！陈亦儒选择了夹头，这个也是违规动作。不过张伦硕已经拿到了自己所要的点数。后退一步 ，OK。啊，我们的裁判也在讲解，如果出现了缠抱，选手需要后退半步之后才能进攻。前手4拳，陈亦儒的前手拳现在慢慢的起不上作用了，因为自己没有距离。连续的平面打击，张伦硕有低位的摇闪在做准备。我们看在这个中距离，前后前连续的重拳再次命中了陈亦儒。对于陈亦儒来讲，现在需要把自己的防守做好。前手4拳，喂，分开。我们可以看到2位选手在衡量之下的嘴的大口喘气，就证明他们现在的体能目前的状况。虽然2位是非常好的擅长运动的票友，但是在拳击擂台上的行为模式，对于选手身体的消耗是非常大的。Box。到，分开，不要搂抱啊！裁判有警告了。陈亦儒已经有2次无意的后脑打击，而张伦硕在进攻中的体能已经下降到了顶点了。还有最后的10秒钟，这个比赛对于张伦硕来讲已经把握了比赛的主动，而对于陈亦儒来讲，能不能把自己的防守收回来，现在已经是他最大的问题。张伦硕的连续进攻。张伦硕的连续进攻，再次，哇！晕了。那么在第2回合中，我们看到2位选手的体能消耗已经几乎到了自己的体能节点。而且在前后手的出拳上已经没有收拳了，是在本能的利用自己的手臂在进行支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裁判是不会判作有效打击的。张伦硕刚才在第2回合的初段是找到了陈亦儒的进攻模式，在张伦硕的摇闪加后手摆拳的情况下，连续命中了对手3个重击。手抬高一点，就稳腿，就打稳，站稳就退，再远一点点，1、2要早点出拳，1打不到就打2，他已经完全没有体能了。就最后我们就看最后一回合了，走，点棒，后面就是后手就随便你砸也好，勾也好都可以，就前后，好吧，放松一点，不行就抱，前面抱得很好。对，走一走，跑一跑。啊，就这样保住，知道吧？保住，对，保住跑，打完就跑，转过去知道吧？对，打得很好，放松跑，已经赢了，知道吧？赢2个回合，对，最后一个回合还加油，保一保，2分钟马上就过去了，对。加油！好了，进入了第3回合。第3回合刚才我们说了，意志力的比拼，选手的力量虽然经过了中间的休息啊，但是不足以恢复。漂亮，左侧的摇闪，张伦硕的连续进攻，右腿的胯部，左手的摆拳，命中。压头，这个是犯规的。后手摆拳再一次，这个就是判断能力了。对于选手来讲，体能下降、分辨能力已经差得很远的时候，本能和基本功才是最重要的取胜关键。陈亦儒由于体能的问题，我们看动作已经变形得非常严重了，只能把拳伸出来，而没有办法把拳收回去。这也是在平时没有专项力量导致在拳台上的动作变形。张伦硕选择了搂抱。前手打斧，后手击头，漂亮！张伦硕在这个时候还能打出这样立体的进攻，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表现了。左侧的一次摇闪，左手的摆拳，后手的吃拳。
正中面门，太精彩了。陈亦儒靠在了绳脚边上，开始背对对手，这个在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陈亦儒这个时候状态是有点恍惚，由于体能和重击的原因，张伦硕现在重拳啊，是让陈亦儒几乎失去了防守意识。前面的点数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谁最终能够站在拳台上扛到最后。坚持！开够！继续啊！加油啊！后手拳，前手的摆拳，喂！都不行了，他体力消耗太大了。哇！连续的左右摆拳。现在陈亦儒的防守几乎为零，两个手完全探出，这也是拳击的大忌。而张伦硕在这段时间里打掉了自己所有的体能，全部的进攻绝大多数命中了陈亦儒。对于他来讲，现在只有下意识的意志，就是不能倒在拳台上。这是陈亦儒最后的决战，他做到了。好，有请我们的医疗监督上台，对双方拳手进行检查。实战经验这个东西呢，你肯定无法在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掌握节奏，你知道怎么用力，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大家可能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好自己体力的那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表现了，我觉得很了不起。让我们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1号裁判30-27，2号裁判30-27。哦，一样。3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角一致性获胜，恭喜张伦硕。我们现在最需要感谢的是张伦硕、陈亦儒两位拳手，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如此全力以赴的一场拳赛。热烈的掌声送给二位。真的要谢谢全力以赴的我们，给我这么好一个学习的项目，让我觉得说40岁再学一个新的技能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一直觉得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只要你肯开始，你就已经开始了，不是想而已。所以希望大家一直保持这个精神，不管在做什么方面，一起全力以赴。我很开心，就我来这个节目，第一场拳赛就遇到了一个很强大，而且又和蔼可亲，非常让我尊敬的一个对手，一个哥哥。继续加油，谢谢，看好你。好，我会更努力，然后打更好的比赛。带着我的那一份打上去。好，我一定。好。来，掌声送给陈亦儒和陈亦儒的团队。我觉得运动就是这样，你输1分你还是输，至少我有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好了，进入了第3回合，意志力的比拼。
我不是来玩的，我不是把它当节目，我把它当一个竞赛，我至少没有遗憾。玉如哥离开的那一瞬间，我特别感动。如果你到达了一定的年龄，你还是能够去面对失败，你还是能够一次一次去跌倒再站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他打败了自己心里的骄傲。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信心值的情况。邓紫棋和徐璐给你投出来的信心值都是5个，所以你现在要在2支战队中选择1支战队加盟。来，2位，到了你们拉人的时候了。梦辰坐好，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来吧。好的，来。我从今天早上，我就想尽了办法，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的战队。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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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非常强。我完全没有考虑，完全没有犹豫，我只是知道我非常非常想要你来到我的战队。虽然我在拳击上面没有办法跟你练习打那个 hook， 但是我真的可以帮你唱 hook， 你来吧。我不会唱歌，但要唱也能唱2句。我确实在拳击上帮不了你特别多，但我觉得我就是可以给你好好加油。我们组昨天有一个张艳琪，她是会唱歌的。我学舞蹈出身，我可以跳舞。我之前翻过侧手翻，你要想学侧手翻，我也努力。认真思考，直接告诉答案。我选择的是邓紫棋老师。祝贺邓紫棋组队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伦硕和邓紫棋。那我最后可以跟徐璐老师说一下。好的。对，因为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觉得，我其实这么多年做了很多首歌，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写了很多首歌，所以我特别希望可以让紫棋给我唱一个 Cook。我觉得可能会有多一些朋友可以听到我的音乐，让我满足一下我小小的一个梦想。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我相信3位经理人，你们的战队加入的每一个成员都绝不会弱小，因为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什么叫全力以赴的。我们精彩的赛事仍然继续。下一组选手，有请拳台自由人厉陆修。至尊一刀，姚琛。陆修碰见春，给我止步。吃骡子，吃马，来去来六。有请嗲嗲拳击精灵黄玲，金腰带狙击手王菊。上了拳台，我也不会手软，尽量不要返场维修。这是第1场国际赛事。我不想输，谁都不想输。我不想输。紫棋是上海。等下，我是上海人。来说点我们听得懂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是实力最强的。我想送你一个东西。哇，你怎么每个都送东西？第一次被打就不知道干嘛，就害怕。
现在不狠点儿，上台就被打惨了。他但凡要是往我脸上去抡，那我一定是还击。黄丽现在的状态，如果站上拳台去对抗的话，还是蛮危险的吧。王菊利用自己的重拳给对方带来伤害，连续的左手刺拳命中黄龄。王菊再次前手冲过来，低位的打斧，黄龄左右的摆拳效果非常不错。哇！利路修前后手的直拳，利路修连续被姚晨命中了摆拳，上钩，漂亮，转机来了。让我们宣布比赛结果。这种王八拳，哎呀，你不行嘛！对，一定要打重击，对，打人移动，哎，重拳，重拳。OK， 今天觉得还行吧，感觉。行，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呢，但是，我不听，你听，我不听，姐，不 ，no， 姐，我不听，听吗？别别有伤心，没有用，微笑的不偏听自己，还有一下子不心来的对海涛哥，我们在把运动小雨下眼里空气，我打给这个声音话，不要故事，故事，魔幻故事，我不喜欢你。这啥？这是？怎么了？就是因为徐璐姐姐在我就是之前那个节目的时候有帮我投过票，这个节目是我出了那个节目第一次见到她，这3年，然后为了表达谢意呢，就想说选她来的。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不在姐姐队，我是遗憾的。紧张什么？为什么要抠小手指？内心有愧，是不是？有愧，没关系。拜拜姐，拜拜，慢走啊。嗨，你好，你别鞠躬了。嗨，教练好。大家好。我又来了，我要累死了。又见面了。你上很多课吗？基本在北京，没有工作的话就去。我反正现在，心态，我是一直心态不好嘛。所以赢了你会进我的战队，对吧？哎，这个也是我想问的。怎么了？就本来我是就是首选是姐，但是现在不是张安琪进了姐的战队嘛？我一直记得那份就是那份支持。那你的顾虑是什么呢？我先听你的顾虑，然后再帮你解答。就是因为有她在了嘛，然后其他2位姐姐也是很，就平时节目上也特别照顾我嘛。我心寒了。对，伤透透的。对，你怎么能摇摆呢？你为什么会摇摆呢？这件事情我也摇摆了。别摇摆。哎，首先我对你从来没有摇摆过。姐需要我吗？当然需要，我非常需要你。你知道吗？我本来对别的量级我都会，完了我怕我选不到，但我觉得你肯定会进我的战队。就是我觉得我这么支持你，你居然不支持我。行，姐，我决定了，我进。好的。我能赢我就进姐的战队。都录着了啊！你在我心里就是最棒的，加油！毕竟我赢在起跑线。老师加油！加油！加油！你没有问题的。稳了。稳的。姐姐看好你。大大，你这是穿了个什么啊？他为什么要穿一个护裆的？都穿了，只是穿在里面，他们其他人。对，都打。夏之光他们都穿了，只是你看不到而已。真的假的？5点钟吃饭吧，不能再晚吃了，晚吃又想吐。会吐出来了。对。你是在减肥？对。不敢吃东西，哎呀。为什么？要瘦一点。接节目都有147、48。现在呢？126。你瘦了这么多啊！你们第一次邀请我的时候，我150几，瘦了30斤。你瘦了30斤？我来的时候还是还会说很多，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怎么掐一下他的肉是怎么回事？习惯性掐他肉，习惯性动不动掐我呀，动不动给我一拳。你不要营造出一种奇怪的气氛，好不好？没有这件事情。休息过来呗。好，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再打一个。行。好，再打一个。这个太锻炼人了。哎，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来参加这节目，是不是？我也真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是。
你大大，哎，我刚看完之后，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可以答应我吗？说，下次练拳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穿里面吗？对。嫂子来了。妈，你来了。Hello， 对，我帮你带了这个，谢谢。怎么样？还好吗？不好意思。高粱，帮我缠一下，我这会儿忘了带了。这个是吗？这个好是吗？保护一下。你先擦一下。好。老婆，我有个任务来。OK。给你个任务。那你说。你去隔壁看一下陈颖。他在隔壁，明天是我对手。OK。我要去看。走，蹦，放松。OK， 我放心，没什么大不了的。Yeah， Don't worry。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万一那没事。我去看啊。我也可以打他呀。我开玩笑好吗？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官方微博“全力以赴的我们”联合微博综艺，面向微博网友共同发起了“秀出你的全力17”网络寻找活动，带话题在微博发布图片或者是视频，和拳手们一起来展现力量之美。我们将从话题下面来选择最全力以赴的网友，在节目中展示你的力量美。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百度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看更多精彩内容。上支付宝搜翻翻卡，赢取花呗全年包还大奖，保持满电状态，展现超强实力。上 QQ 浏览器搜索“全力以赴的我们”，获取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手机天猫下拉2楼得Kelly One 升级波波气泡水专属优惠。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指定回答社区知乎。特别鸣谢微博运动、微博格斗、微博武术、微博体育、微博政务。这世界很酷。